驾驶华为问界 M5，这个车开到速度当时是80-90的样子吧，但我不知道这个上面怎么看速度。然后就开始行驶的过程中，然后就突然间这种大灯就没有灯光了，特别特别危险。这个先前这种情况也出现过，但是在夜晚第一次就是车灯完全没有灯光，然后我很紧急的赶紧拉了2下远近光灯，然后灯光又回来的，就这样突然间没了，就是拉了几下这个远近光灯，就是很突然，反应要快，这是转弯的地方，特别危险。我感觉这个问题不大，最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状况。车主故意发到网上，有刻意抹黑的嫌疑，遥遥领先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今天早晨这是第2次莫名其妙死机了，完蛋了！正在导航，它就开始重启。早晨起来，刚开出这个酒店的时候就出现一次，账号已切换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突然间就没导航，所有的自驾全部不能用，然后就黑屏重启。大家有知道这个问界 M7 出现过同样的？国产不易，自己克服。我觉得有网友说得很对，网络平台又不修车，发负面消息容易影响团结。就像余承东最近回应的想借 S9 飞坡事件一样，要请专业的人士才能评价。有些人是要收钱，你要是没给钱，他就来搞你。于大嘴不知道是心虚还是紧张，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还结巴了。有人就评价说3个字：不要脸。虽然我们都知道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赚钱有时候不能太要脸，但是像这么不要脸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于大嘴这话说的真的是张口就来。首先，你既然谈到了法律，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说袁启聪批评想借 S9 是为了要钱？袁启聪有问你要过钱吗？如果没有证据，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诽谤呢？其次，余承东说你要交钱就给好评，不交钱就是恶评。那么你是承认想借官方发布视频中邀请的那些车评人都是给了钱的，对吗？其实啊，真正注重内容的车评人真不是什么烂饭都吃的，因为人家是在评车嘛，而不是直接在做广告。既然是评车，那么多少是要爱惜一下自己的羽毛的，不然出了问题，不仅自己良心有愧，降低的也是自己的公信力。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评了20年车的车评人来说更是如此。我觉得大家要仔细思考一下，如果一个品牌的能量大到能够让车评人被禁言，多年的烂路都被实体在线升级修好，甚至地方电视台的下属频道直播都被掐断，那么你在买这个品牌的车之前啊，最好要仔细思考一下自己到底配不配。但是呢，作为事件的主角，袁启聪在微博解禁之后，不是第一次时间继续对华为、对想借汽车，而是卖起了衣服，真是闪了一下网友的老腰。这件衣服还不便宜，原价7.9元，卖119元。当然了，免费送一顶帽子。就在之前，很多广东人表示集体支持袁启聪。不知道现在他们有没有买这件衣服支持一下，只能说车评人对流量的把握还是恰到好处，这就很中国了。厉害！近年来，非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趋势似乎正面临调整，多个地方政府决定提前终止原定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，并投资回购高速公路，以实现本地车辆免费。然而，这一趋势出现反转，体现在部分地区的国道重新设置了收费站，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。例如，山东省政府批准济南黄河大桥设置收费站，有效期25年，具体收费细节将后续公布。济南黄河大桥作为国道104的一部分，连接北京至福州，全长2606公里，穿越8省。此外，吉林和湖北等地的国道路段也开始实施收费，显示这不是孤立现象。过去，普通公路收费取消被视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体现，尤其是在2009年燃油税改革后，多条2级公路和部分经营性公路逐步免费。至今，除新疆外，我国其他省份已取消政府还贷2级公路收费，撤销了大量收费站。
但近期包括安徽、山西、甘肃、湖北、吉林、陕西、江苏、山东在内的多个省份有新建或重启的国道收费站引发讨论。这些变动引出疑问：国道为何重拾收费模式？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，公路发展鼓励非收费模式，但在特定条件下可设收费公路。条例严格规范收费站设置，并允许特定桥梁建设收费公路，如济南黄河大桥的收费即符合现有规定。专家分析，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，传统燃油税收入增长放缓，而基础设施养护成本上升，使得非高速公路收费成为地方政府缓解资金压力的考虑之一。同时，公路养护资金缺口问题严峻，部分国道收费可能是应对措施之一，但这并未改变免费公路作为干线公路主体的趋势。专家强调，实施收费需谨慎考虑其综合影响，包括个人出行习惯、物流成本、产业发展及旅游业影响等，合理制定收费政策，实行差异化定价，提高透明度，并探索新能源汽车对养护资金的补充机制。同时考虑对受影响群体的补贴和支持，以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。可能大家都没听出这件大事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割韭菜的镰刀又拿起来了一把。这次不仅仅是绿油油的新能源车主，连燃油车的车主一起都要被割。就是高速收费30年还不够，国道也开始收费了。最近多家大媒体，像什么新闻周刊、凤凰啊、新浪啊，包括这个新京报，部分地方要开始恢复或者是新建国道收费站了。那事情的起因呢，是山东就近日呢批复一个叫济南黄河大桥，就允许开始设置收费站，收费期限呢是25。这个桥它是隶属104国道的。那完事网友一看就是炸了呀。炸了之后一查才发现，其实呢，从21年开始收费的还不少啊，像安徽、山西、甘肃、湖北、吉林、陕西、江苏、山东都发布过类似在国道开通设收费站的一个事情。那怎么说，09年开始不是国家已经取消养路费改，推行那个燃油税了嘛？就等于把这个养路费现在涵盖在油价里面，是吧？你跑得越多，你的油费越高嘛，那交的这个税也越多，是不是？所以后续各地就除了新疆之外啊，陆续取消了2级公路的一个收费。虽然说免费时间不是特别长，20多年，但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啊。那国道省道这种属于免费的道路，是吧？那城乡运输啊、物流啊，这个可以节省不少成本。而且现在很多的一些国道不还变成了那个什么旅游公路嘛，都觉得是好事情啊。哎，那为什么突然间就收费了呢？首先说白了还是地方财政压力大。你看经济观察报说，中国公路每年缺钱3000个亿，就是财政收入增长缓慢，所以现在的路它养不起了。第二，电动汽车现在保有率越来越高了，但是电动车它不需要油啊，那么因此呢，它就没有了养路这一部分的一个税费。第三，国家没有明文规定说地方国道它不允许收费，就按照公路管理条例第3条，你看公路发展应该坚持非收费为主，适当的发展收费公路，所以人家这个其实也不算违规。那怎么说咋整？反正新京报的意见啊，我觉得讲的挺好的。第一个警惕，连锁反应啊，就各地的；第二，就不利于当地的一个旅游发展；第三啊，重点，当免费成为了一个习惯认知，那么收费呢，它就应该不单单只是一个财政的算术题，更是社会的问题。你看是不是讲的挺好？总之，他们要干事之前都把法律给研究的明明白白，这就苦了上千万的车主了。生你好，开的什么车呀？小米速7 Max， 刚骑20多天左右吧，才开600多公里。车子出现什么问题了？就是跑着的时候，仪表盘那个旋转屏突然不亮，中控屏不亮，双闪转向全不亮。正常行驶的时候突然就黑了。对，好家伙，然后嘞？然后就是给他们小米的售后打电话，然后他告诉我的所有方法都没用，他让我去他们小米的维修的一个售后，我就开过去了嘛。11点左右说要插电脑检测一下，插电脑没检测出来，然后他跟我说要拆车。我说那你好，你拆。晚上5、6点的时候跟我说了，你好苏先生，您的车检测完了，大屏的控制器有故障，需要更换，下午或者周六中午可以取车。然后他实际更换的东西不是大屏控制器，那是啥？他的服务订单上给我写的是智能座舱域控制器。哦，都是控制器，但是和跟你说的控制器不是一颗控制器。对，
他让我去提车的时候，我就问了他们专门做维修的那些人嘛，我说这属于质量问题吗？他们说这属于质量问题。那我说如果这属于质量问题，要么你就给我退车，要么你给我延保，因为我不可能才开600多公里的车，你就出现这种问题。我还好是在城市里，我在高速上呢，时速不显示，装闪转向全不亮，你这怎么玩？我和您确认几个事儿。第一，现在这个智能座舱域控制器换了吗？换了。好，第二就是现在这台车子有没有故障？现在这台车目前是没有故障的，但是我也不敢再去开它呀。我解决不了你很害怕的问题，所以今天的诉求是想让他给你延保是吗？对，我的意思说，咱也不要你钱，你就给我延保就完事儿。那么沈阳这边的交付中心和你的交流是怎样的？沈阳的交付中心没有跟我交流，他们维修中心跟我说让我打服务电话去跟服务电话那边沟通，然后我打服务电话，服务电话说让我自认倒霉。什么？服务电话说什么？我跟服务电话那边沟通的这个情况，他们说让我自认倒霉。你确定他的原话跟你讲的就是自认倒霉吗？对。有录音吗？这个我当时忘记录音了。你错过了一个头版头条的热搜，你知道吧？车子产品质量问题，索要延保，小米汽车竟说让车主自认倒霉，震惊！你错失了一个热搜啊！因为他但凡不跟我说让我自认倒霉，我也不能这么生气。好家伙呀！我们接下来连一下小米的厂家吧。来，厂家客服上线，你好。你好，你这边后台能不能给我查一下手机尾号？这个苏先生，你们客服中心的呼出记录啊，或者是车主的呼入记录？呼入记录的话，我们是有，是在8月7号和9号的话是都有来电的话进行呼入。车主，你是7号接到的那个人跟你说到自认倒霉，还是9号的人？说这个话的人是另外一个电话号码，是我另外一个电话打，因为那个电话是我媳妇儿又打的。哦，那晚一点吧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，才能有可能调取厂家端的通话录音，才有可能核实他们的服务问题。然后这边厂家客服，首先第一，给车主回电话让他们自认倒霉的，这不是一个车企应该有的态度。如果有的话，道歉；如果要是没有的话，彼此之间拿出证据来，我知道你没有通话录音的。第二件事情，苏先生的小米苏7开了608公里，几天前刚刚提车的，翻转的那个仪表、中控、HUD 灯全都不亮了，双闪也不亮了，更换了智能座舱域的控制器。他本人想要延保，那这个事儿有没有的交流？没有自认倒霉这一说，这是对你们汽车品牌的侮辱，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这也不是那样的态度。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。车主要一个承诺，要一个不值钱的延保。我说了几百遍了，我说延保这个东西没成本，你只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，认为我的产品没毛病，这一把修的嘎嘎好，给完了延保又没坏，就永远不用执行。所以这东西能不能聊？如果聊不了，好，那现行状态下的关怀能给到多少？看苏先生能不能接受，你们现在再沟通一下就完事了。有没有人和你联系啊？他们昨天下午已经跟我联系了，然后今天已经聊差不多了。怎么说？他们给车又重新做了一个检测，给我申请积分，然后送一块前后的机盖的那个免费补漆。他们的意思是呢，他们现在没有担保的服务，咱也不能太过去难为人家。主要是那天那个售后400说话太气人了，他们线下这些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。那这个方案其实就算是勉强接受，只是因为不想为难这些打工的兄弟，是吧？对对对。那这个事情的话，等到你们彻底谈好签完了，我就给你告一段落。好嘞，拜拜小贝。我也不懂，延保服务不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吗？签进去，出一些什么问题直接执行就行。还有啊，我还是那个话，延保要什么成本？你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心，延保要什么成本？把所有维权博主搞得红温的小米客服，这次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了。但是也不得不佩服小米粉丝的忍耐度，那是真的高。谢谢您观看到这里，麻烦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。